觉醒是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，在这个无常的世界里，我们每个人都走过一条独特的生命之路。那条路上，有迷茫，有挣扎，也有惊艳的觉醒。或许你曾在某一刻，突然意识到自己所熟知的一切，其实并非你曾经所认为的那样。当这种觉醒的光芒闪现，你将无法再回到过去的无知与安逸。那是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，一条通向真正开悟的道路。觉醒，并非仅仅是知识上的某种解答，它是一种感知上的转变，是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力量。当你真正觉察到自己与宇宙万物之间的联系时，你将会发现，这一切早已在无形中运行着。我们常常习惯于认为自己能够控制一切，但事实上，我们只是宇宙这个伟大计划中的一小部分。每一个事件，每一个瞬间，其实都在为我们的生命铺路，而那条道路正是在最合适的时间，以最和谐的方式展现给我们。这种和谐，就是宇宙的力量，是吸引力法则的表现。当我们能够与宇宙的能量频率同频共振时，一切便自然而然地进行。我们的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情感，都是这股无形力量的源泉。这股能量会吸引和我们相似的人、事物，甚至改变我们的生命轨迹。你可能会以为，当你觉察到这一切时，自己似乎比别人更有智慧，更有洞察力。但若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，其实也包含了一种无知。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我知道的时，也许正是我们失去了对和谐频率的敏感度。自以为是的思维会让我们以偏概全，无视了事物背后的和谐之美。生活中的微小事件，往往能启动我们内在的觉察。这些觉察的背后，藏着我们进步的线索。每一个细微的转变，都可能是宇宙在对我们发出的邀请，提醒我们该放下旧有的习惯和观念，向着新的、更精炼的版本迈进。这条觉醒的道路，无法倒退，也不应该倒退。每一刻的觉察，都是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。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，觉醒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内心成长，它与我们周围的世界息息相关。当我们活在宇宙的频率中时，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和思维都会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和事。这种影响并非强求的，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吸引力。它是吸引力法则的具象化。我们无形中成为了自己所渴望的生命状态的创造者。所有的机会、缘分，甚至是我们所期待的转变，都是这个法则在背后默默运作的结果。然而，这条觉醒的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困难，但正是这些挑战，促使我们在面对困境时学会放下，学会放开那些束缚我们的观念与情绪。当我们将这些困难看作是成长的养分时，我们将会发现这些过程并非浪费时间，而是带领我们走向更高的智慧和更深的觉知。我们的每一个觉察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，它们像是一条条连接着宇宙无穷智慧的细线，每一个细节都在指引我们朝向更高的层次前进。当我们发现自己与宇宙的和谐频率同步时，我们的内心将不再受到外界波动的影响，我们的情绪将不再随波逐流，而是稳定、和谐，并在每一个瞬间保持着平衡与清晰。这时候，宇宙会以最巧妙的方式引领我们走向心灵的深处，让我们每一个选择都带着宇宙的智慧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过去的错误和遗憾，我们将会迎来人生的转机。这不仅是个人觉醒的开始，
也是与宇宙更深层次联系的起点。每一个生命都是宇宙的奇迹，每一个觉醒都是生命的升华。因此，不要对过去的自己感到遗憾，也不要急于去评断他人的过失。每个人的觉醒过程都是独特的，没有对错，只是时间未到。当你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，你将会感受到一股深深的平静，并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。这就是宇宙的智慧，它以最和谐的方式将我们每一个人引领向正确的方向。觉醒不是一个终点，而是一个持续进化的过程。在这条道路上，我们不断地放下旧有的观念，拾起新的智慧。每一次的觉察都是我们灵魂进化的步伐。当我们越来越接近这个和谐的频率时，我们的生命也会变得更加光辉灿烂。这是宇宙给予我们的祝福，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礼物。最后，记住这一点：觉醒的道路永远无法回头。在这条道路上，你将会不断发现生命的奥秘，并从中汲取无尽的力量。每一次的觉察都是一次重生，而这一次重生将会引领你走向一个更深的觉醒，进而达到生命的最高潮。在宇宙与吸引力法则的奇妙运作下，我们有时会发现自己与某些情感或创伤牢牢相连，仿佛这些痛苦成了我们的一部分，不易舍弃。这或许听起来矛盾，毕竟创伤通常代表着痛苦、挣扎或失落。然而，当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享受着自己的创伤时，内心却逐渐清明，仿佛迎来了另一道转折之光。这样的觉察让我理解到，创伤并非仅仅是我们想要克服的阴影，它有时是我们自我故事的一部分。一旦选择放下，仿佛也要告别那一部分的自己。在这段情感羁绊中，我走过了30年的漫长岁月，自幼年起累积的创伤经验，逐渐构筑了我心中的堡垒。尽管我花费无数时间、金钱与心力，企图治愈或消解这些过去，却始终未曾完全释怀。直到某次催眠中，我在潜意识里遇见了小时候的自己。他静静地坐在那间象征着伤痕的房间里，凝视住我，语带郑重地说：“你已经完成了，这里没你的事了。”那一刻，宛如潜藏已久的重负骤然解除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创伤的意义已不在，而我却不愿放手，不愿从过去的故事中挣脱出来。生命的放下不是必然的过程，而是一种选择，就像当下放下手中的筷子一般。这是一个瞬间，一个决定，而非冗长的疗愈旅程。过去我们所谓的痊愈或克服，只是人为地给自己创造的一段过程，用以说服内心的抵抗与恐惧。实际上，真心的放下本应是轻易而自然的。如若我们选择在当下卸下负担，拥抱自己现在的模样，这便是拥有的最大力量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宇宙的吸引力法则也在默默地协助我们。当我们带着不舍、执着，频率便停留在创伤的低谷里，吸引着相似的经历与情境。然而，当我们开始意识到可以选择释放，那股压抑的能量开始释放，频率转为更高的层次，带来新的可能与机会。我们的选择在这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并非等待外在事件的发生，而是自我意识的清晰决定。宇宙在我们每一个放下的瞬间，都在引导着我们。当我们放手过去的痛苦，它不仅是对旧有自我的解放，更是对未来的敞开。这种转变往往会让人猝不及防地看见新生的契机，仿佛我们的内在磁场开始向着更积极、更光明的方向运转。当我们愿意放下，
不再服务于自己的部分时，内在的高频率便开始吸引那些与我们灵魂和谐共鸣的人事物。放下是宇宙给予我们的恩典，也是一种智慧的力量。当我们选择放手执着，选择迎向内在的和谐，我们便从低频的伤痛之中解脱，进而达到更高的振动状态。这是一段重新调整自身频率的过程，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见心灵深处的选择权，进而有意识地从内在释放旧有的限制。这个过程不仅让我们的身心达到协调，也让我们开始与宇宙的高频共振。因此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生命的旅程中找到这个选择的勇气，敢于看见并释放那些已完成使命的情感，不再让过去的创伤定义我们的现实。因为当我们愿意放下的瞬间，便是拥抱真正自由的开端。臣服的力量，释放自我，拥抱宇宙的流动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臣服这个词似乎带有某种负面的色彩。很多人认为臣服意味着屈服、放弃，甚至是失去控制，但事实上，臣服是一种深层的力量，它来自于完全的放下，并非被迫接受，而是自发的与生命流动合而为一。中文的臣服字面上给人一种顺应外界、随之流动的感觉，它让我们联想到安静的顺势而为。相对而言，原文书名选择了简单的放下两字，这是一种更为直观的表达方式。放下是一种行动，而臣服则是一种深层的内心状态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臣服或放下看似是一个极其困难的过程，它要求我们放弃自我控制的欲望，去观察外界能量的流动，并感知内心的感受。然而，臣服其实是简单的，它要求我们放下那个坚持要做对的心态，放下那个渴望完美的自我要求。臣服不代表放弃责任，而是意味着放弃对控制结果的固执，让一切自然而然地流动。当我们臣服时，我们也在放手对恐惧的抵抗，对悲伤的压抑，以及对愤怒的控制。这种放下并非消极的接受，而是完全的感受，去正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，让一切来到，然后轻轻地放手，让生命的洪流自然地流过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我们将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。这种自由不在于外界的条件，而在于我们与内心的和谐，与外界的相应。在臣服的过程中，我们实际上是在学习如何与宇宙的流动相契合，如何吸引自己所需的能量来创造更加丰富、和谐的生活。吸引力法则与臣服的关系。吸引力法则是一个在现代生活中被广泛讨论的概念。简单来说，它指的是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能量场影响着我们所经历的现实。如果我们长时间处于积极的思维和情感状态中，我们就会吸引到更多与之相符的事物和经历。这与臣服有着密切的关联，因为臣服是一种内心的状态，它让我们放下对结果的固执，从而更容易与宇宙的能量流动对接，创造出和谐的生活体验。许多人在面对挑战时，会选择抗拒或抵抗，这种能量的对立只会产生更多的冲突和阻碍。然而，当我们选择臣服时，我们不再对抗，而是选择与宇宙的力量合作，让一切顺其自然。这并不是说我们放弃行动，而是我们放下对结果的焦虑，让一切顺应着宇宙的安排流动，并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。放下，让宇宙的力量流动。臣服是一个放手的过程，是让我们放下对控制的执着，让生命自然地展开。
当我们放下对一定要成功的心态，放下对完美无瑕的追求，我们才能真正的与宇宙的流动合一。这不仅仅是对自我内在的释放，也是一种对外界无常的顺应。当我们臣服于当下，放下对过去的执着，放下对未来的焦虑，我们的能量场开始清晰，吸引力法则便开始发挥作用。我们开始吸引更多符合自己需求的事物，无论是人际关系、职业机会，还是心灵成长的契机。这种放下并不意味着放弃努力，而是意味着我们放下了控制结果的重担，将精力投入到当下的体验中，彻底感受，放下恐惧与痛苦。臣服还要求我们学会感受。许多人在面对痛苦或困难时，选择了逃避或压抑，但这样的压抑并不会带来真正的解脱。臣服的核心在于感受，放下恐惧和悲伤，让自己彻底经历这些情感，而不是试图消除它们。当我们允许自己感受悲伤、恐惧、愤怒时，我们其实是在与这些情感和解，并让它们自然流过。我们不再抗拒它们，而是接受它们的存在，并从中学习。这样的放下，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宽广，与宇宙的能量场更加契合，从而吸引到更多正向的能量。以臣服为门，开启自由与爱的世界。臣服并非一种消极的状态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自由。当我们放下对生活的控制，我们会发现，生命其实是如此丰富而美丽。我们开始拥抱每一个瞬间，无论它是愉快还是痛苦，都能在其中找到智慧和成长的机会。这种臣服的力量，也让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连结变得更加真实和深刻。当我们放下自己的防备和焦虑，我们能够以更开放的心态接纳他人，并与他们建立更有意义的关系。这种关系不再受到过去经历的束缚，而是基于当下的真诚和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仅在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中获得自由，更在与宇宙的连结中体验到无限的爱与力量。这是臣服带来的真正自由，它来自于放下对控制的执着，来自于与宇宙的能量流动合而为一。臣服是放下内心的重担，让一切随着宇宙的能量自然流动。它不意味着放弃，而是意味着放手，放下对结果的执着，放下对恐惧、痛苦和不安的抵抗。当我们学会臣服，我们将发现，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。我们的心灵开始与宇宙的能量场和谐共振，吸引到更多的爱、平和与繁荣。让我们一起放下，臣服于生命的每一个当下，并迎接那份来自宇宙的自由与爱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